要出场的这位，经常都没有烦恼，而且也很少怪自己。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同学，也会有一些生活的小困扰。掌声欢迎王小丽。哇，这几个手都太帅了，太有气质了。Hello， 大家好，小丽 ，Hello。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烦恼。其实烦恼就跟青春一样，我曾经有过。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前几天有个朋友拿手机给我看，他说：“你看，你看，网上好多好评都在夸你。”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已经看不清了。是的，我开始老花了，但这都还好。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别人会误以为我是他妈。有一次我跟朋友逛街，过来一个发传单的跟我说：“阿姨，你女儿好漂亮啊。”我说：“啊，你刚刚是不是捅了我一刀？”还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旅行，办入住的时候，前台说：“你跟你女儿住一间吗？”我说：“我不是她妈，我们都不是一个姓。”说完之后，我才发现我跟我妈也不是一个姓。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要证明我不是她妈真的很难。后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我都会刻意打扮一下。有一次我打扮得特别漂亮，跟朋友出去逛街买衣服，店员跟我朋友说：“哎，你妈还挺时髦。”就这些事情搞得我特别敏感，一有风吹草动，我都会有过激反应。有一次，我跟一个男性朋友去花鸟鱼虫市场看金鱼，他在这边，我在这边。老板说：“你儿子还挺喜欢金鱼的。”我当时那个火一下就冒出来了。我说：“他不是我儿子，他都已经30多了，我怎么生得出来这么大的儿子？”老板当时吓坏了，眼神中充满了恐惧。然后我一低头，发现旁边蹲了一个5、6岁的小男孩。我一下清醒了，我刚刚是不是疯了？太尴尬了，我领着小男孩就走了。没什么呀。没有开玩笑的，我是自己走的，都没叫我朋友。还有一次跟朋友坐地铁，有个小伙子起来给我让座，我说：“你为什么给我让座？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他妈？”他说：“不是，我到了。”莫名其妙。这些事情真的很困扰我，我甚至去咨询了医美。工作人员说我需要改善内沟、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毛孔粗大、苹果肌下垂、脸垮。我越听脸越垮。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让人不开心的词汇？他说：“你知道做什么可以改善这些吗？”我说：“我知道啊，离开你。”可能做医美真的有用，但我觉得做人不能光顾着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们想一想，要是我这个年纪了还年轻漂亮，那别人的压力得有多大？我真的是为了别人一直在坚持脸垮。我真的太伟大了。我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着别人的心理健康。你们赞美那些好看的，你们也应该赞美我呀。你们看到好看的，你们说：“哇，姐姐好有少女感。”你们看到我就应该说：“哇，姐姐好有责任感。”然后我决定不做医美，我要自然老去。我希望别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我不年轻了，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毕竟我出生的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苏联还没有解体，中国还没有医美。这次上节目，服装师给我搭配衣服，他说这边留一点可以显腰细，微领可以显脖子长，衣服拉出来一点可以挡住小肚子。我说啊，
那我不是所有的缺点都被挡住了吗？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一个45岁的女人还脖子长腰细没有小肚子，那我还怎么体现我的责任感？这样吧，脖子我可以妥协，但小肚子总得让我展示一下吧。这衣服是我上台前自己塞进去的。服装师还给我建议说，他说你上节目还是得穿内衣，这样可以收副乳。我说什么是副乳？他就这样比划了几下。我说哦，这不就是腋下的肉吗？叫什么副乳？怎么让人不开心的词汇又多了一个？这些词汇能不能消失啊？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珍稀动物消失，为什么该消失的不消失？能不能拿副乳把孟马象换回来呀？我前两天看节目卡段，发现自己好好看，好看到我都有点愧疚，我是不是没尽到责任啊？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泪沟、鱼尾纹、苹果肌下垂，但那个时候我却觉得自己不好看。直到前2天整理照片，我才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美女。我当时怎么不知道呢？为什么人在最美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美呢？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反应慢的女人。就看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美，也许是现在，也许是20年以后。我说了这么多，肯定有人还是不承认自己美。干嘛呀？明明大家都很美，就是打死不认。这样吧，我先带个头，我是美女，我认了。我也劝大家一句，放弃抵抗吧，早晚都得认，认了你就轻松了。再有人拿出什么超声炮、热玛吉、黄金微针这些刑具出来，你就说我是美女，我不需要。谢谢大家，我是小丽。280、290，来劲儿了！这个下来的人可不好打呀。哥几个准备吧，阎王点名了，他们开始动起来了。小丽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丽。厉害厉害！小丽对于这些外貌的评价是什么时候从在意到不在意？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从不在意到在意，再到不在意啊。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当最美婴儿，就是小的时候大家生下来都是哇哇哭，然后就是同龄的朋友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评价你的外貌呀，教你打扮呐，你就开始慢慢的在意。我觉得到不在意，一方面是我内心形成了一个很稳定和强大的自我价值。我就开始意识到，其实别人喜不喜欢我，关不关注我，其实对我这个价值没有任何影响。然后第二个，那个转折就是发生在我去咨询医美的时候，就当时他给我拍了很多照片嘛，他让我看我哪些地方不对劲儿，有泪沟啊、鱼尾纹呐、抬头纹这些。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鱼尾纹真的是我笑了好多次才形成的。它是时间具象化在我脸上的一个表现，然后我包括脸下垂，那也是地心引力加上时间一点一点在我脸上磨出来的，所以我一下就爱上了自己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哦，那还做什么医美啊？我觉得不是20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美，而是20年之后我学会定义美了。哇，厉害！你说小丽这方面佩服到她的那种心里的想法，特别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老觉得是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小丽是让美好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吗？是的，因为她这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才这么美好的。没错，哇，太棒了，小丽！哇，谢谢谢谢。春春是什么时候拍的？我是他在讲那个猛犸象
那个对，他是要把那那些不开心的词，让我们产生焦虑的那些医美的词，然后不如把猛犸象换回来吧。对啊，这个点的时候我拍的，因为我其实今天是无比赞同小丽姐讲的这一篇，就是崇尚自然的老去。还有一个点，如何去定义一个女性是美的？我觉得它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来讲。其实我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女性在不被定义的时候是最美的。对，她的作品了不起的地方是，她价值观特别正，每一场有严肃的表达，但是都是融到了作品里。没错。所以你听到的不是说一个演讲中间插了几个梗，而是很好玩的脱口秀作品，但是里边有隐藏不露的那些表达，对，非常了不起，有非常大的主题，非常了不起。谢谢罗斯。我听了以后太有共鸣了。我拍的点是小丽说没有丑女人，只有反应慢的女人，我简直是我的嘴替，因为她说出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翻我10年、20年、30年以前照片，我觉得我当时好可爱呀。我发现我永远都和我自己真实的那个样子活在不同的时区里面。我不仅是个反应慢的女人，我是个有时差的女人。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做有时差的人，我们要永远和自己真实的样子活在同一个时区里面。这是小丽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特别喜欢小丽。在我心目当中，有大概5个人，可能都是最后脱口秀大王，有一座奖杯一定是属于你的。谢谢罗宇老师，谢谢。真的是心灵世界太美好了，哇，太棒了！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小丽的同时，我们要请山河回到现场。来看一下山河和小丽的得票情况。我挺满意的。我发现现在我好像对这个舞台更掌控了，就是尽力了，然后也没有遗憾。啊，有这么高啊！我天，非常高了。小丽姐，她突破了我对喜剧的一些固定认知。我觉得她那一个点，比炸一场力量还强，就一下打到你，就是那一个观点性的东西真的很重要。小丽这一篇稿子读稿的时候，我跟袅袅听她读完之后，叹了一口气，怎么写的这么好？就是袅袅是大家认为一个文本之神的人，然后小丽说，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写的那么好。我觉得小丽姐就是直抒胸臆，就是你第一眼看上去这个东西是这样，她就这样说，她就好像一种流派的画家一样，就是她不做任何多余的处理。山河要进入到待定区，小丽，你现在有挑选的权利，你需要在目前的 TOP 5的5个人当中进行挑选，你要用盲选的方式来抽出他们当中的幸运者，看谁来和王小丽对阵。怎么给人一种这么怂的感觉？你能不能怂？我确实怂。来，小丽随时开始抽。你猜是谁？漫才兄弟。毛豆。把气势拿出来是吧？行。可别抽到我蛮仔。贾浩，我说贾浩。很好，非常好。谁呀？哦，贾浩。贾浩。啊！中举。战术性喝水。贾浩，我跟你说贾浩，我跟你说我有预感是贾浩。太强了！我跟你说预感是贾浩。都猜错了。小丽在休息区等待贾浩的表演。这位朋友啊，对生活充满热情，全装男孩。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他自己的困扰和烦恼。掌声欢迎贾浩！Hello， 1楼、2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浩，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如果看过我演出的观众可能知道，我在舞台上还挺蹦蹦跳跳的哈，但其实我生活里边是一个没有那么自信，比较容易觉得羞耻的人。这个赛段很激烈，我豁出去了，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的羞耻时刻，可以吗？可不可以吗？可以。比方说，我很长一段时间会因为我的口音羞耻，因为有一个朋友说，你说一句四川话就把奢侈品喊出了路边摊的感觉，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想买个香奈儿。对不起，毁了大家心目中这个品牌啊！所有观众晚上睡前都会飘过来一句香奈儿。我也会因为我自己脸上很多痣感到羞耻，从小就很羞耻，我脸上痣特别多，一共14颗，又脏又乱，都没有长在好看的地方。有多乱？我小时候曾经试图一笔把它们连起来，是一个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最早嘴角有个很大的肉痣，开刀取掉的。我从小很自卑，我从来拍照都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想挡一下，我们班主任觉得这个小孩3年级这种油腻了啊，没有，我就想挡一下啊。所以我后来看到一个男生如果拍照是这个样子的，我就知道他的人中肯定不干净。这个梗还挺傻的啊，二楼可看一下啊。我是前年去泰国旅游的时候，顺带把脸上的痣给取了。回国恢复好以后，我马上请那个最好的发小吃饭。大家能够理解我的那种凶心吗？对吧？我希望哥们儿一见我就是哇哦，贾浩，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举完之后哇哦，吃了1个多小时，他完全没有看出来。我取了14颗痣啊，给我急的。我说你离我坐近一点，你仔细看看我。我贾浩，我一直把你当兄弟。我说不是，你没看出来我少了点什么吗？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泰国。我取痣去了，羞耻。我之前去学个爵士舞，我也觉得很羞耻，因为这帮演员朋友知道我要去学跳舞，他们要组团去看。他们看我跳完说我跳舞掉针。又夸我的，又夸我的，又夸我的，说我跳舞像小佳。我说你闭嘴吧，小佳。后来才发现学爵士舞其实挺费钱的，买舞蹈课花了50，买他们手里拍的视频花了300。羞耻！我有一个事情最羞耻，从来没有敢在舞台上讲过。就很多年前，我曾经被一个制片人指着鼻子呛说：“贾浩，你长相太一般了，不会有观众喜欢你的。而且你贾浩这个艺名太难听了。”我都没敢告诉他是真名。我有什么办法？我听我爸妈说，当时起名字就2个选项，一个叫贾浩，一个叫贾自强。自强这个名字其实还可以，但我姓贾呀。哎，贾自强，你不如叫我真堕落啊！最近一次羞耻是前段时间出差坐飞机，我当时左边坐了个男生，右边坐了个女生，飞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很紧张，不敢动，怕吵到她休息。但过了一会儿，我左边的男生也靠着我肩膀睡着了。哎，我第一反应就是 How dare you！ 你妈有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边界感？别人跟我讲缺教，你缺教育啊！我好嫌弃，我恨不得把左肩膀卸下来放到右边啊！大家都知道，你要温和的表达嫌弃，你就你想强势一点就嘿，你想先礼后兵的话，你就嘿。那哥们儿没有反应，我就没有再教他，我轻轻挪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就醒了，因为我学过爵士舞嘛。2楼的朋友，那哥们儿说怎么了？我说气流颠簸。他不知道这个颠簸其实很难的，因为你要保持右肩平稳，姑娘在睡觉嘛。你的左肩要不断的颠簸，很难的，是我花了350学来的啊。而且当时那个场景必须把他摇醒了，因为一左一右靠着睡着的时候，空姐走过来了。
我好羞耻啊！我从空姐的笑里边读到了疑惑、释然和我懂的。我就在想，这个场景但凡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营销号一加工起个什么标题：震惊万米高空，贾浩居中，谱写脱口秀燃冬。关键这个男的我不认识他，为什么靠着我睡着了？除非这个男的是周杰伦。哎，如果杰伦靠着我左肩膀睡着了，我会冲着右边的姑娘，嘿。周杰伦坐旁边你都睡得着，但如果右边坐的是刘亦菲，我会把杰伦摇醒，来唱个可爱女人。本来这个段子到这里，但之前有个演员专门告诉我说，浩哥你这个段子有逻辑漏洞，有没有可能周杰伦和刘亦菲只坐头等舱啊？给我气的，我有没有可能我坐的也是头等舱啊？他都没有冒犯的意思，头等舱没有3个人。你做过就知道了啊！你这个刚好可以写段子。你看，在所有脱口秀演员眼里，你的羞耻、难过、尴尬都是素材。失恋了，好素材；裁员了，好素材；股市崩了，天降素材；残疾了，顶级素材。所有最坏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素材。所以，天将降大任于脱口秀演员，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就已经能写2篇稿子了。然后再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就4篇稿子能进半决赛了，红了。然后有的人行拂乱其所为，塌房了。而且哪怕你说一句说，哎呀，这些素材我不想讲，他们一句话就能说服你，你不讲，我可以讲吗？之前我的好朋友何广智踢球韧带断了，躺床上最颓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我3个字就让他打起了精神。我说：“你写吗？”他当时就站起来了。他3个字也让我打起了精神。他说：“贾自强。”所以你看这些羞耻说出来，大家笑一笑，我们心里的羞耻也会消解很多，好像翻篇啊。所以我讲脱口秀8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羞耻是脱口秀不能去回应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我有机会再回去看到那个制片人，他再对我说：“贾浩，你这个长相太一般了。”我会说：“那你是没见过其他人。”他再说：“贾浩，你这个艺名太难听了。”我会说：“我说话还不好听呢。”香奈儿。他再说没有观众会喜欢你的，我会说会有的吧。谢谢大家，我是贾浩，谢谢。来，贾浩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贾浩。到了第4赛段了，贾浩怎么选了这个题目？因为，哎呀，其实有很多那种羞耻的事情，就是包括见那个制片人的素材，我一直想讲，但是一直以前就没有那么打开心扉。但我觉得这一轮很激烈，我也很想说一说我自己很想去面对的事情。如果你不讲出来，好像就一直在你心里就搁着。他这个讲的是很精彩，我们也都拍了灯，但是接在小丽那后边其实挺吃亏的。就境界上差了好多嘛。对，我公平了，就是以前我也是长红包，就是脸上确实有那个，就是青春期红包，觉得自个儿特别丑，然后就是也你说那太对了，就是老跟聊天是这么捂着，然后而且好几个点，然后就感觉自个儿特别丑，说我丑，他说你丑啥？我说我瞅你咋地啊？然后呢，但是重点是在于，确实是有这个，就是那个心里过不去。对，说出来我感觉哇塞，我跟人说这干嘛？我犯不上说这个呀。是，关键是我娶了真的回家朋友，他们都不觉得你脸上以前有痣，那个让我是最难受的。原来以前你的在意只是自己在意，别人没有那么在意你脸上的那些东西。以前这里那个肉痣是开刀取的，缝了6针，所以那个痣是很大的。就这样别人都没看出来，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前在自卑些什么？所以他讲这个羞耻，其实是讲出来之后对自己的一种和解或者是解放。真的是是的，贾浩，你那个舞能跳一下，是不是？因为听了这么久，我一直想知道是这件事。
这什么舞啊？我真的不好意思，但那种羞耻感不是伴随着一些罪恶的快乐吗？对，没有，完全没有，我真的会睡不着觉的，不对。多学学，大家都来学吧。后些人还是要多运动，天天写饭。我觉得贾浩在这里其实讲的是一段非常有诚意的一段表达，这个我比较看重。在我听小丽讲脱口秀以前，我会在意，然后经过小丽之后，我准备做解放自己的女性，就没有羞耻心的女性。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贾浩讲的完全引起了那个共鸣。然后有一点，贾浩是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人，特别努力。他在脱口秀比赛之前，据我了解，你曾经参加过我们做的那个讲演的节目。我是演说家，16年的时候。对，然后你还曾经得到过某一届的是央视还是什么大学生主持人比赛冠军，你介绍一下。可以啊，有来头。就是因为参加完那个比赛，有一个公司他给你抛了一个橄榄枝，然后我当时很想做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我觉得拿了那个就还挺高规格的一个冠军，我就去了。然后别人见你就说现在市面上都喜欢小鲜肉，说你这样不会有人喜欢的。对，就是16年的时候，我当时还自嘲，我就说我准备花10来万去韩国整个容，他现场就说应该不够。我就哎呦天哪，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我就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后来就讲脱口秀，然后我就还是脱口秀这个舞台，你把这讲出来，大家一笑，你就觉得心里就安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好像是我比较喜欢的氛围。对，来再次掌声送给贾浩。说实在的，刚开始录，因为5个是被挑选的嘛，没有任何心理预期。虽然想过有可能第一个出来，但是真的抽到你的时候还是有点懵，感觉有点懵就下来了。再加上小丽姐前面那段，就她那个力量感好强啊，就接那个气。我觉得在他身上能看到人类的悲欢，或许是有一点点相通的。他那么细腻的一个人，他虽然身为一个男生，他也内耗、不自信、不自洽，但是他非常勇敢的把这些全都用笑话的方式说了出来。他真的是一个集内心的柔软与勇敢为一体的人。我们要把小丽请回现场，我们看看是攻类的成功还是守类的成功。小丽283票，我们来看一下，贾浩获得的票数是4-2，可以。祝贺王小丽，加油！攻类成功，王小丽也成为了顺利进入到半决赛的脱口秀演员。哇，厉害！我们请小丽到晋级区。